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夏，我是麦麦。如果你是正在学中文或者准备学中文的朋友，那你来对地方了。对，我们这个电台就是用聊天的方式陪你一起学中文，不考试，不紧张，就像坐下来聊天一样。而且我们说的中文都是生活里真的会用到的。今天这一期我们要聊一个特别重要也特别实用的主题。没错，今天的主题是学中文必会的10句话。不管你是刚开始学，还是已经学了一点中文，这10句话你一定会用到。而且你学会了，很快就能跟中国人开口说话。那我们先从第一句开始吧。第一句，其实大家都认识。对，就是你好。你好。这可能是很多人学的第一句中文。而且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网上，只要你说中文，几乎一定会用到这句话。你好就是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说的。比如你见到一个新朋友，你可以说你好。你进商店见到店员也可以说你好。在中国说你好是很礼貌很安全的一种开始。而且这句话不分年龄也不分关系。对，不管是对老师、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可以用。所以这句话你一定要说得很自然。就算你后面的话还不会，说一个你好也已经很好了。好，那第二句我们来说一句非常重要的。这句是谢谢。谢谢。在中文里，谢谢用的非常多。别人帮你忙的时候，你要说谢谢。别人给你东西，你也要说谢谢。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，说一句谢谢，都会让人觉得你很有礼貌。对，而且在中国，礼貌真的很重要。有些朋友会问，那谢谢是不是有点正式？其实不会。对，谢谢可以很正式，也可以很日常。你跟朋友说谢谢，一点也不奇怪。而且很多中国人就算是很熟的人，也会常常说谢谢。所以这句话，你不用想太多，用就对了。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学了2句。你好，还有谢谢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就是这2句，可以帮你打开很多聊天的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3句会更有用。第3句是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这句话在中文里用的地方特别多。对，而且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在道歉。比如你想问别人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先说一句不好意思。再比如你不小心撞到别人，也可以说不好意思。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很温和的。对，好像在说我打扰你一下。而且在中国，很多人说不好意思，只是为了让话听起来更客气。所以你不用太紧张，不用想太多。只要你觉得这个时候说一句会更礼貌，就可以用。比如说不好意思，请问。对，后面接你想问的内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第4句其实和刚才那句很有关系。第4句是没关系。没关系。这句话常常是在别人说不好意思以后出现。比如有人不小心撞到你，对你说不好意思，你就可以回答没关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介意。对，你不用担心。在生活中，这句话也让人感觉很友好，听起来就很轻松。有时候就算事情不大，说一句没关系，气氛也会好很多。而且在聊天里，这是一句很温暖的话。所以第3句和第4句经常会一起用。一个人说不好意思，另一个人说没关系。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了4句。你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这4句其实已经可以帮你应付很多日常情况了。对，但如果你想真正聊天，还差一点。接下来要说的第5句是很多学中文的人特别想学的一句。第5句是这个怎么说？这个怎么说？这句话特别适合正在学中文的朋友，因为你不用什么都会说，你只要会问，就可以继续学。
比如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不知道中文怎么说，你就可以指着它说这个怎么说。中国人一听就知道你在学中文，而且大部分人都会很愿意帮你。对，这句话会让聊天自然继续。你不是在考试，你是在学习，所以说这句话一点也不丢脸，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很认真。好，那第6句也非常重要。第6句是我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这句话对学中文的人来说很真实，因为你真的不可能什么都听懂。对，这很正常。当别人说话太快，或者用了你没学过的词，你就可以直接说我听不懂。这句话不是不礼貌，反而很诚实。很多中国人听到你这么说会放慢速度，或者换一种更简单的说法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了会不会不好。在学习的时候说这句话其实很有用。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了6句，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句子都是可以帮你继续交流的。你不会的时候可以问，你听不懂的时候可以说出来。接下来要说的第7句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一句生活用语，而且在中国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。第7句是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这句话一听就让人觉得很轻松。对，好像在说这件事可以。比如别人问你现在可以吗？你就可以说没问题。或者别人请你帮个小忙，你也可以回答没问题。这句话其实不是在说真的问题，对，它更像是在说我可以，我愿意。而且在中国说没问题听起来很爽快，让人觉得你很好相处。所以这句话很适合用在日常聊天里，简单但很有用。好，那第8句我们来说一句很生活化的。第8句是等一下。等一下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直观。对，就是现在先不要着急。比如你正在找东西，你可以对别人说等一下，或者你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也可以说等一下。这句话在生活中非常常见，而且语气可以很温柔，不是命令，更像是请求。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用太用力，自然一点就很好。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了8句，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句子都不长，但是他们真的能解决很多生活里的情况。最后2句我们会选2句特别实用的，一听就懂，一学就能用。第9句是你呢？你呢？这句话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聊天不是一个人一直说，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完以后，你加一句你呢，就可以把话题递回去。比如别人问你住在哪里，你回答完可以说你呢。这句话很短，但是很自然，而且会让对方觉得你也关心他。在中文聊天里，这是一种很舒服的互动，所以学会这句话，聊天会顺很多。好，那最后一句是我们今天的第10句。第10句是我觉得。我觉得这句话常常用在说自己的想法的时候。对，它后面接的是你的看法。比如你在聊天中说自己的意见，你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好，或者说我觉得有点难。这句话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自然，也更像真正的聊天，而不是在背句子。而且在中国说我觉得语气会比较温和，不是在说对错，只是在分享想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10句话就全部说完了。如果你能把这10句话说自然，你会发现开口说中文没有那么难。有时候不是你词汇不够，而是你缺少几句可以开始聊天的话。希望今天这一期可以陪你迈出那一步。慢慢来，说错也没关系。重要的是你愿意开口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，我们下次再一起聊天，一起学中文。拜拜。